三文鱼，祝小萝卜备赛成功。北京的铁粉点了这么贵，再次有零距离接触机会哦，再次哦。难怪我见过吗？这么细心，有可能是女的。让我看看我哪个可以吃，这真的很有型，因为这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我能吃的外卖。哇，点2万块钱外卖，这份外卖养活了我们整个办公室的所有人。你不减脂吗？我减脂没关系。不全公司6%体脂吗？不要给我抢这个，我的。你去碳水。哦，分掉了。感谢，这是我第一个得到，就是来自罗伯斯的我可以吃的外卖。感谢。我也不是向你们去索取东西，我只是说，如果送外卖的话，那就只送三文鱼吧。这个三文鱼真的很瘦，爱你们。是我的奶顶到你了，对不对？你没这样没关系吗？Hello， 你们好，我是小罗，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在本期视频的刚开始，重新再给你们再说一遍，就是我们上期视频我们讲了6周减脂大挑战，我们的奖金是2万元。对。如果说你上一期视频你错过了这个内容呢，一定你可以回到上一期去看一下如何去报名。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已经报名了，摄像机后面的阿山，还有包括汉堡，一些线下的会员也积极的参与到这次大挑战当中。希望这次大挑战能够影响更多人，然后陪着我一起去做一个减脂。本期视频的一个重点，那就是OK。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后面的黑板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可以看到我已经瘦了很多，我已经备赛了5、6周了，然后我大概减了已经有6.5公斤的体重，基本上属于1周1公斤左右。我有过在8周之内减过12公斤体重，就是对我来说，减脂。还是比较容易的。随着我一次一次的备赛，随着我一次一次减脂，我到现在这是我的第8场比赛，所以我决定把我这个减脂这种经历给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也是你们在网上没有看到过的，因为一般网上你问一下度娘。如何减脂？基本上你搜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教你如何去算一下，比如说你的基础代谢，增加或减少多少卡路里，给你一个健康的食谱。它其实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价值，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价值也并不大，因为每个人身体千差万别，每个人都不一样。上期视频里面我提到过，我做了一次性激素6项的检查，我现在可以把我的这个数据公布在这个地方。第一条就是我的一个雌二醇，就是雌性激素嘛，在156，那就是超过平均范围之内。你可以看到平均范围是小于146.1，然后我超过了大约10。另外一个我比较看重的，就很多人都看重的就是睾酮的一个测定。睾酮呢可以一定的反映你的一个增肌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在这里呢，我睾酮是26.27。然后正常的睾酮范围之内，上面写了是8.4到28.7。上周去做的这个测试，然后他过了一个国庆以后给我发过来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性激素6项？然后我也建议你们去做，因为我一直想知道随着我备赛，我的碳水我慢慢的降低，还有随着我的训练强度增加，随着我有氧增加，我的会不会影响我的睾酮的上下浮动？还有一点我很好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天赋还不错，我的增肌能力还不错，所以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睾酮到底是多少，是不是？比如说因为我的训练基础，还是因为我本来就是睾酮比较高，容易增肌？再加上我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我的非赛季那么容易胖，赛季的时候那么容易减下去？带着这个性激素6项的体测表，我问了柴老师，然后问了他，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个雌性激素这么高，睾酮也很高？他说其实代表了就是说你其实容易增肌，也容易增脂，因为雌激素高就代表你容易增脂，也容易增加你的身体水分，所以确实对我来说，我的非赛季很容易增加我的脂肪，然后呢，我也很容易出水，也就是为什么我雌激素就是爆表了，然后同时我的睾酮也很高，所以我很容易增肌，然后也很容易在减脂期间。帮助我减脂，这2个数据都比较高，对我来说还是个比较好的事情。如果说我的雌激素再低一点，那就更好，那说明我不容易那么出水。我建议你们都去做一下自己这个性激素6项，然后因为其实做一下时间很短，总共时间就花了我1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3天之后就出了报告。言归正传，我要去讲一下对你们来说最有用的，那就是减脂。
然后这边是我小萝卜，这边是你们。先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子去做我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调整。目前是属于一个6周的状态，你们参加这个挑战也是一个6周的时间，所以我把这个完整的写下来，我觉得对你们来说肯定会有帮助。蓝色的笔是我的有氧时间，红色的笔是我的饮食，然后黑色呢，那就是一些时间啊，还有包括训练。目前属于6周到5周的状态，我的有氧是20分钟，平均就平均到每天是20分钟。周1是胸，周2是背，周3是肩膀，周4又是胸背肩，所以就是胸背肩胸背肩循环，直到周6可能是肩，也可能是腿，然后周日是休息，所以我没有写。我刚忘给你们讲了，这个饮食计划我用的是一个叫碳循环，碳循环有很多种方法。一句话就是说有低碳、有中碳、有高碳，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一个最好的一个减脂，同时防止肌肉流失。因为我胸是我的一个是我上胸还需要提高，所以我胸需要低点碳水，所以我安排了周1是一个200克碳水。然后背是我的一直的一个弱项，在职业选手里面，我的背属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所以我的背我350克碳水。然后肩膀来说是一个消耗比较少的一个肌肉群，因为它面积比较小。然后肩膀我用了150克，然后紧接着就继续是150、350，然后150到200克。然后如果是腿的话，可能就200克；如果是肩膀的话，可能就是150克碳水。然后周日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是低碳。备赛以来，我的蛋白质一直不变，是250克到275克，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吸收碳水、蛋白质、脂肪的能力都不太一样。我个人而言，我身体能吃更多的蛋白质，因为我上次备赛以及我之前的备赛都是吃250克以下的，导致我自己觉得我流失了不少肌肉。然后，所以我这次备赛呢，我提高到了275克左右。有的人吃蛋白质就可能会放屁，就是吃更多的话，那么建议你就需要下降你的蛋白质。如果你觉得身体可以适应，那么可以稍微相对来说提高一点。我蛋白质保持250到275克，我的脂肪在30克到45克。脂肪相对于之前的备赛来说，我的脂肪比之前要下降了大约20克，因为我这次提高了我的整体的一个碳水，同时提高了一点蛋白质，所以我的脂肪就相应的下降了一些。然后跟你们讲一下每周到每周我是怎么样调整。一般2周会调整一次，6周到4周，我的有氧增加了15分钟，从20分钟平均20分钟到平均35分钟。然后这个期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5周左右到3周左右的时间内，这2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需要基本上确定你到底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在这边你需要很猛的增加有氧量，同时呢，在这边会整体减少碳水30克到50克。未来几期视频之内会看到我减脂会减得更快，减少我碳水在30克到50克，然后同时保持我的蛋白质和我的脂肪不变。这个是不变的。到最后2周的时候，我会有个更大的一个变化。在2周的左右的时候，我会增加或减少我碳水30克，然后同时呢增加脂肪20克。为什么这边是增加或减少呢？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减脂速度会怎么样子，所以如果说我减得比较快了，那么我可能会增加一点碳水；如果说我减得比较慢了，那我可能会减少一点碳水。同时呢，有氧也是相应的。如果我的减脂速度偏慢，那么我就增加25分钟有氧。如果说达到我的预期了，就是保持不变，或者就是减少一些有氧时间。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少有职业运动员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详细的一个饮食规划和训练搭配上。这也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很多人给你们讲减脂计划，他从来不会给你讲训练。但是对我来说，真正你想减脂达到不掉肌肉的情况下，一定要配合你的训练和饮食同时进行，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保护肌肉，同时减脂速度会飞快。你需要足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这也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然后通过这个计划看一看如何去套用在你的身体上。你需要了解自己哪里是弱项，比如说你的胸比较弱，然后你的手臂比较强，然后呢，其他剩下就比如中规中矩，比如说我的背，然后中规中矩，有可能我的肩膀中规中矩，这就放中碳。你的弱项放高碳，这是你的饮食计划。弱项放高碳，有些人就胸比较弱一些，就比如说汉堡。继续说，他说他手臂比较强，汉堡胸比较弱，所以说在他这边呢，饮食计划他会安排高碳放在练胸那天，在手臂他强的那个肌肉群安排低碳，他不需要额外去增强它了，所以他安排低碳，然后其他放中碳。具体高中低
多少？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参考值，就是我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确定，哎，就是我到底该吃多少碳水，多少脂肪，多少蛋白质，你必须得试。这边的碳水也是一样，高碳你可以自己假设一个碳水，这边男女都是一样。我建议男生的碳水最开始你可以尝试在高碳，在300克到450克之间，男生。如果女生的话，我建议高碳在150克到225克，这是女生。低碳的话，这是也有个范围的，我建议在90克、150克。然后对于女生来说，低碳可以会更低，低碳可以在30克左右，然后到70克之间。当然，这个数字你问我怎么得来，这是从经验得来的，因为我接触很多，比基尼小姐接触过很多健体，就是职业选手，他们目前大约这个范围大约是这样子。那中碳呢，就是取平均值。当你的高碳的时候，脂肪相对来说可以稍微低一点点，然后低碳的时候脂肪相对来说高一点点。这是给你们的碳循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碳水，其实可以保持蛋白质和脂肪几乎不变。有氧怎么安排？当你的强项是手臂的话，那你就安排多一点有氧，多消耗一点。但如果说像我的弱项是我的背，我几乎在那天不会去做有氧，我会在我的强项，比如说肩膀，或者是我的胸去增加额外的一些有氧量。既然高碳了，有氧相应的减少一点。如果说你这周平均的有氧量就像我一样是20分钟，那么低可能就是不需要，那么高可以是45分钟，那么中可以就是20分钟，就是这样安排你的饮食和训练。还有哪些东西可以额外的帮助你就是减脂更快？那么我推荐几个补剂，就是有左旋、有鱼油、CLA， 还有咖啡因，还包括维生素。你无论选什么牌子啊，这个跟我的赞助商欧利姆目前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自己鱼油的话，我一般会吃，每天会吃4颗到6颗，这是我会吃的鱼油量。左旋的话，我一般会吃大概是2000到3000，然后 CLA 的话我会吃3颗，然后咖啡因的话我每天摄入在250，然后维生素的话就是欧利姆的一个全天维生素，这都是一个参考值，然后这也是一个我作为职业运动员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减脂经验。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就是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你需要把你的饮食和训练搭配起来，而不是单单看你的饮食，单单看你的饮食真的可能会掉很多肌肉。所以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然后希望这个减脂方法能够套用到你的减脂当中，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同时呢应和的就是希望这个减脂方法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完成这个2万元6周减脂大挑战。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在弹幕打5。如果出现满屏的5，我会继续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备战职业赛的干货视频。然后最后别忘了素质3连和转评赞。谢谢大家，我要去练腹肌了，已经很晚了，大家一会儿见。